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讲讲训练后的炎症问题。我知道频道中大多数的小伙伴都是关心肌肉、关心体型的人，你们通过运动和健身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，改善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那么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，在一次运动训练后，身体都会发生哪些变化，才能变得比训练前更好？我想，只有了解了这些变化过程，才能理智的找出自己的训练在哪个方面有提升的空间，也就才能避免自己的训练在浪费金钱、浪费时间、浪费感情。好，我们直接进入主题。在一次恰当的运动训练后，身体和肌肉组织会出现微损伤，这些损伤是因为身体不适应运动压力造成的。只有修复这些损伤，并强壮相应的部位，训练才可以说是有效的。反之，或者训练压力不足，或者训练压力太大，身体没有出现恰当的恢复和增强，那么训练就变得没有意义了。就肌肉组织而言，训练后第一个反应过程就是发生炎症，然后是激素的交互作用，第三，新蛋白的合成，最后新的肌小节和现有的肌小节融合。肌肉通过这4步完成修复和生长，变得更强。关于激素的交互作用，我以前讲解过很多和肌肉相关的激素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关于新蛋白的合成，这个过程是我讲过的营养补充的问题，也不在今天的话题中介绍了。那么就剩下炎症反应这件事了。炎症反应是肌肉修复和生长的起始阶段，所以我们来关注炎症的问题。先来了解一下炎症的基本概念和过程。炎症是人体对于损伤、感染或其他有害刺激的自然防御反应，这个过程涉及免疫系统、血液循环和相关细胞分子的一系列生理活动。这些活动的目的是移除造成损伤的物质，清除受损的组织和细胞，然后启动修复过程。炎症的标志包括红肿、热感、疼痛和功能障碍等等。在一次训练后，受损的肌肉会在8至24小时以后出现酸痛。这种酸痛是什么造成的？有些人会认为是乳酸堆积的原因。在乳酸的视频中，我讲过，乳酸在训练后5分钟达到峰值，随后1小时即被代谢掉。所以训练结束后，你的肌肉并不会一直酸痛下去，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出现酸痛感。这也再次证明了乳酸的代谢时间很短，造成这些不适感的原因是炎症。因此要区别乳酸和炎症的不同。训练后的酸痛可不是乳酸堆积，炎症反应发生后，最常见的几种感觉就是肌肉的酸痛和触痛，尤其在运动和触摸时，这种酸痛通常是持续性的，但在不活动时会减轻。除了酸痛以外，你还会感觉到肌肉比平时更加僵硬和紧绷，尤其是在拉伸和日常活动时。然后就是肌肉略微肿胀和充血，这是因为炎症带来更多的血液。此时你可能会信心满满，感觉自己变大了。由于酸痛和僵硬，肌肉运动范围会受限，尤其是在做肌肉全程收缩时。在运动表现方面，你会感觉暂时的肌肉力量下降或乏力，这些感觉汇集到一起，被称为延迟性肌肉酸痛，在训练后24至72小时内表现得最为明显。相信大家对这些感受都很清楚，那种酸爽不是一般人能降服的。记得那时我停训后再回来训练，因为肌肉的酸痛和僵硬，穿衣服时被我撑撕了好几件。不知道大家的疼痛感受如何，分享出来让我们高兴一下。出现以上一系列痛感的原因是身体试图控制你，不要再对受损的部位进一步伤害。当你感觉到痛时，你会收敛使用这个部位继续运动。了解了炎症的感受，下一步我们来看一下炎症本身对于身体的影响都有哪些。肌肉内部的炎症反应可以简单的划分为3个步骤。第一，受损的肌肉组织血液循环增加。肌肉在训练中和训练后都会出现充血和轻微的肿胀。训练中的充血，一方面是血液带来更多的营养和能量物质，提供给肌肉用于运动；另一方面，随着训练的进行，肌肉逐步出现微损伤，此时炎症就开始了它的工作，引来更多的血液。训练后，血液会带来免疫细胞，包裹受损的肌纤维，并带来肌肉恢复和生长的营养物质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训练后
总觉得肌肉有发胀的原因。第二，炎症反应让免疫系统彻底激活，白细胞、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聚集在受损部位，帮助清理你在训练时搞死的肌纤维和细胞残骸，这为肌肉的恢复创造了条件。所谓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第三，受损的肌细胞也将释放各种信号分子，例如生长因子，来促使肌肉的恢复和再生。这些信号可以刺激肌肉干细胞，也就是卫星细胞的活化和增殖。简单解释一下卫星细胞。卫星细胞是成熟肌纤维细胞的前体，它们附着在成熟的肌纤维上，并在受损和受到刺激时激活。一旦激活，卫星细胞就开始增殖，并与现有的肌纤维融合，从而增加肌肉的大小和功能。通过以上3步可见，炎症反应不仅是肌肉修复的催化剂，也是增强肌肉适应性的关键环节，确保训练的效果得以最大化。到目前为止，可以发现炎症反应的发生，无论是对于身体健康还是肌肉的发展，都是有益的。那么，炎症会不会给身体带来其他负面问题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所以，炎症就有好坏之分。如何发挥它的优势，避免它的弊端，我将在下期炎症的视频中给大家讲解，敬请关注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从肌肉训练后出现微损伤到完成修复和增长，共分为4个阶段：炎症反应、激素的交互作用、新蛋白的合成，以及新的肌小节和现有的肌小节融合。那么，炎症反应是修复和生长的初始阶段，它是身体发生损伤以后的一个必然的防御生理反应。对于肌肉训练者来说，主要的感受体现在各种疼痛上。在肌肉训练后，肌纤维的炎症反应主要有3个步骤：第一，血流量增加；第二，免疫细胞活动；第三，促进恢复和生长。炎症反应是肌肉训练后不可避免的生理过程，也是启动肌肉恢复和生长的重要步骤。研究它对于提高训练效果有重要的作用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